这就是东京奥运会上李发彬高举杠铃施展金鸡独立的画面。这个画面日后甚至成为了他个人奥运冠军专属举重鞋的设计灵感。李发彬自己多次解释过，这一下绝不是炫耀，而是拉回身体重心的被迫之举。但这一下的确赏心悦目，也让人感叹他核心力量的强大。核心强大部分来自天赋，决定性的还是平时刻苦的训练。带大家看一堂李发彬的体能训练课，感受感受和大家印象或想象中差别比较大的举重训练。4、5，加油加油，顶住！6，可以，加油，顶住！3、4、5、6。我们要看到运动员训练当中的一个实时的一个心率，那么这个呢是他占据他最大心率的一个百分比，这个是他消耗的一个能量，所以我们需要我们的训练结合我们的这个比赛当中的一个最大心率的需求，所以我们要希望运动员至少达到80%甚至90%这个心率，来模拟他应对一个极端情况的比赛状况，来让他能够有能力连续试举啊，能够心脏有足够的一个输出的一个功率，来支撑他完成动作。4个动作一组，连续完成5组，组间休息1分钟，然后再练小肌肉，都是日常专项训练的补充。多重？8公斤。8公斤。我感觉最后一组的话有点力竭了。86了，很好。啊，你上次战神都拉不出来。战神有啦？没有。还有。87。这是最高的。你这最近练最高一次。不是这样的呀，拉得快就好。但是缓得比上回快。就肌肉没那么疲劳。你练次提升一次，也算是。说明年龄不是问题。哎，你这啊，这怎么说的啊？总结的好。很喜欢吗？自己说的啊。每次疲惫的时候拿出来回放一下。李发彬说出年龄不是问题，难免让人感慨。当年跟在名将龙清泉、吴景彪身后的年轻小将，今年也31岁了。当然，31岁还足够年轻。这不，前2天训练，硬拉又长成绩了。加不下了。你想办法帮你加下去啊！你要加，肯定给你加下去。你要想加，快想办法了。你2个差不15嘛，差不15，然后加个7就好了。行，加。换成那个。210就好了。好。210啊！真的，要不210？你说我200拉住，加到210，你是抓着加到200的路上还不210？真的，这是真加不下了啊！不是加片儿，这真的长了才1公斤嘛，才长了1公斤嘛，但是1公斤也不少嘛。那我的目标的话，可能在2个月内呢，还要再长个5到6公斤这样的一个目标。你为什么有这底气啊？这不是底气，这是一个信仰吧。如果去参加巴黎奥运会，在这个上面上的话，我想展现更好的自己，然后也想拿取更稳的金牌。那这种情况下的话，我要把日常的一些细节做好来，然后再加上这个能力练高、练厚、练稳，然后也在这个过程的话，肯定会面对比较多的一个困难啊，伤病的困难啊，思想精神疲惫的一个困难啊。那在这种高压下的话，我觉得我应该能扛过去，也坚信能扛过去。因为我们中国举重队现在面临的这个形势是比较严峻的嘛。那我作为一个老将的话，我也想扛起这个大旗嘛。不只是训练，4月份的举重世界杯上，李发彬也长成绩了。抓举破了他自己的世界纪录，总成绩金牌也拿了，巴黎奥运会资格排名稳居第1。不过他自己并不高兴，因为挺举发挥很一般，他很是自责。就是
自己的方向的话，目标方向就是赢得选拔赛就行了，然后一赢得，然后就气就泄了，然后当下气泄完的话，就是想再提起来，就是很难嘛。但是总之就是把这个赛场的这种拼搏精神没有表现出来。我觉得领先优势的话，确实是领先，但是我首先还是要做好自己，因为赛场上的话是瞬息万变，我们在努力的同时嘛，别人也在努力，别人也在为他们的国家而征战，那也是不可小觑的，因为毕竟年轻，然后增长空间大，那我属于老这样的话，增长空间小，那在这个期间我自我认识还是蛮清晰的，就是努力做到万无一失。巴黎将是李发彬第2次征战奥运会。相比前一次备战，李发彬年龄增长了，名气更大了，自己也有了小家，身上的责任更重了，经验更丰富了，相应的职业伤病的影响也更大了。从他常挂着笑容的脸上，你看不出这是一位饱受膝关节骨挫伤困扰的举重运动员。每一次翻起杠铃的疼痛，都被他用自己的理念化解了。他有一个理念，还是我很赞同他。他觉得我这伤的部位，我就是力量不够，我要加强力量训练。这一点挺好的，跟我的想法是相吻合的。所以说，他加强的小力量训练，至少能保持系统训练。主要找几个精准嘛，一个训练上啊，就针对自己这个搏斗环节啊，精准的去抓啊。这个第二个对伤病的控制也是要精准一点。因为没有一个成功的路途的话，它都是一帆风顺的。然后举重20年出头的这种运动生涯，说真的是起起伏伏的，然后也习惯了这种跌宕起伏的一种状态。然后回想起以前小时候的话，有时候就是去说太多的这个困难，反而没那么好。那有时候的话，就是咬咬牙顶过去，又是另外一番天地了。练习举重20多年，李发彬奥运会、世锦赛、亚运会、全运会的金牌都拿到了，实现了举重项目金牌的大满贯。问起哪场比赛自己最满意，他是这样回答的：最满意啦。其实没有最满意，我永远不知足吧。应该也可能也是所有运动员都不知足的一面吧。所有运动员都想拿冠军，都想更好，都想所有纪录都破掉，然后也更想的就是每一场赛事的话都能在赛场上升国旗、奏国歌这样的目标明确。